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修行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曾浮现的问题。同样是在念经，有人念着念着，心地越来越清净，烦恼越来越淡，智慧慢慢打开，最终走向觉悟。可也有人念着念着，却变得偏执、傲慢，看谁都不顺眼，甚至精神出问题，用佛门的话说叫走火入魔。为什么同一条路会走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？这其中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？是念的经文不一样吗？是念诵的方法有对错吗？还是说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因素，在暗中决定着我们的走向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修行人认真思考。如果搞不清楚，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走偏了，却还以为自己在精进。古人讲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修行这件事，方向比速度重要10000倍。方向对了，慢一点总能到达；方向错了，跑得越快，离目标越远。在佛门里，对开悟和入魔这两个词有非常清晰的定义。开悟不是得到什么神奇的能力，而是彻底看透了生命的真相，从无明大梦中醒来，从此心不再被外境所转，获得真正的自在与解脱。而入魔也未必是遇到青面獠牙的鬼怪，而是心被错误的知见所绑架，被强烈的执着所控制，堕入更深层的烦恼和痛苦中，甚至伤害自己，伤害他人。这两者，一个通向自由，一个通向枷锁。他们的起点可能只是我们捧起经书时那一念细微的差别。佛经中对于这种微细的差别有极其精辟的论述。金刚经里反复强调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4相就是划分开悟与入魔的核心标尺。当我们在修行时，心中还牢牢抓着一个我在修行，抓着一个我所修的法，抓着一个我要成就的境界，那么无论我们修什么，都是在强化我执。而这个我执恰恰是一切烦恼和魔障的根源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在修行中能够渐渐照见五蕴皆空，体会到无我的真相，那么修行的过程就是在消融执着，趋向解脱。所以开悟和入魔的区别不在外面，就在我们这颗心上。心对了，念经是修行；心错了，念经可能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执着。很多人以为修行的高低要看念了多少经，打坐了多少年，但真正决定修行方向的，往往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，而是我们最初的那一念发心。发心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根本动机。这个动机就像一粒种子，种下的是瓜，将来必定结瓜；种下的是豆，将来必定收豆。让我们看看，同样是念经，可能藏着哪些不同的发心。有人念经是为了求平安、求发财、求消灾，这种发心不能说错，它让人与佛法结下善缘，得到现世的慰藉。但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，念经就成了一种交易，一种跟佛菩萨等价交换的心理。求到了欢喜，求不到可能就怀疑、抱怨。这样的心依然在贪嗔痴里打转，很难走向真正的觉悟。有人念经是为了追求神通，想看到什么异象，想获得什么特殊的能力，这种发心就比较危险了，因为它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贪求，而且追求的目标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和自我膨胀。一旦有了一点感应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高人一等。这正是着魔最容易发生的温床。古人讲，只贵自眼正，不贵自行履。你的知见正了，走的才是正道；知见偏了，脚下功夫越深，偏得越远。还有人念经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念，自己不念好像不够精进，或者是为了完成自己定下的功课数量。这种发心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，
念经就成了机械的重复，心不在焉，口诵心不诵。这样的念诵虽然也能种下一些善根，但很难与法义相应，也很难对治内心的烦恼。那么什么样的发心才能导向开悟呢？佛经里告诉我们，最殊胜的发心是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简单说，就是上求福道，下化众生的心。我念经不是为了自己求福报，也不是为了得神通，而是为了彻底搞明白生命的真相，为了有能力帮助一切还在痛苦中的人也走向觉悟。这种发心超越了对自我得失的计较，把心量打开了。当心量打开时，我执就变小了，智慧的光明才有机会透出来。就像一间屋子，你把窗户打开了，阳光自然就能照进来。华严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这句话说得极为深刻。如果你失去了利益众生的广大心量，即使你修的是善法，做的也是好事，最终也可能成为魔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菩提心引领，你的所有修行最终都可能是在滋养一个更大的我。你成了一个很有修行的我，很有福报的我，甚至很有神通的我。这个我就是成佛最大的障碍，也就是魔。所以发心是修行的第一道关口。在捧起经书之前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我这一念究竟是为了谁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决定了你是在走向开悟，还是不知不觉地靠近悬崖。有了正确的发心，就像选对了方向。但光有方向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一张准确的地图，以及看清地图的眼睛。这个地图和眼睛就是正知正见。知见错了，念经不但不能开悟，反而可能成为入魔的催化剂。什么是正知正见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明白诸法无我，明白一切现象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念头，都是因缘合而生，没有独立、永恒、能主宰的我。修行是为了看清楚这个真相，而不是在这个虚妄的我上面再增加什么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在念经时不知不觉就走入了知见的误区。第一个误区是把经文里的文字当成绝对的教条，死死抱住，用来衡量一切人一切事。他念了《金刚经》，看到别人没吃素，就觉得人家业障重；他念了《法华经》，看到别人修别的法门，就觉得人家根器浅。这种人越念经，心量越窄，越念经，看人越不顺眼。他以为自己是在护持正法，其实是在滋养自己的法执。这个法执比我执更难破除。古人形容这种人叫如虫遇木，偶尔成文。像虫子在木头上咬出花纹，偶尔看起来像字，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。第二个误区是追求感应，执着境界。念经时，如果感受到一点清凉，看到一点光影，做了几个好梦，就欢喜得不得了，到处跟人说，觉得自己修行有成了。殊不知，这正是这香的开始。楞严经里详细讲了50种阴魔，其中很多都是修行人在境界中认假为真，以为自己证了圣果，结果被魔所趁。经里说得明白，不做圣心，明善境界，若做圣解，即受群邪。你遇到什么境界，心里不执着，不当回事，那它就是好的，是修行的验象。可一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起了贪着和炫耀的心，那魔就进门了。第三个误区是道理上明白了，是相上却做不到，还拿道理来掩盖自己的习气。比如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对现实生活不负责任，对家人冷漠，对工作懈怠，觉得自己已经看破放下了。这其实是断灭空，是一种更细微的执着。真正的看破是心里不执着，但世上依然认真负责，随缘尽分。古人讲实际理地，不染一尘，万行门中不舍一法。理上要透彻，事上要圆融，二者缺一不可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反复告诫我们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
是在待人接物中磨练心性，是在柴米油盐中体会佛法。如果把念经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，念经时就觉得清静，一回到生活就烦恼依旧，那这个经还没有真正念进去。如果因为念经反而跟身边的人越来越对立，那这条路很可能已经偏了。所以知见就像我们的眼睛，眼睛明亮才能看清脚下的路，避开悬崖和陷阱。修行的每一步都要用佛法的正见来勘验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在破除执着还是在增加执着。这个自我检查的功夫比念多少部经都重要。有了正确的发心和知见，就像有了方向和地图，但能不能平稳地走完全程，还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心态。同样走在正道上，有的人步履轻盈，自在洒脱，有的人却步履沉重，处处障碍。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执着的轻重。很多人把修行理解成用力，觉得要很努力、很刻苦、很紧绷才行。于是念经时全身绷紧，咬牙切齿，好像跟谁在打仗。结果越念越累，越念越烦躁，心里那个我要开悟、我要消业的念头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。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执着。用执着的心去修行，就像想用一根绳子去解开另一个绳结，只会越捆越紧。真正的修行恰恰是要学会放松。放松不是懈怠，而是放下内心的抓取和对抗。念经时只是老老实实的念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，心里不追求什么境界，也不排斥什么妄念。妄念来了，知道它来了，不理它，继续念。就像天空飘来一片云，你看着它，它自己就会飘走。你不需要跟云打架，也不需要把云赶走。这种放松而清楚的心态就是觉照。有觉照在，我们就能及时发现自己的心是不是又偏了，是不是又开始执着。比如念着念着，突然发现自己在想，我念的比旁边那个人好听，这一念起来就是我慢，赶紧觉知，放下。比如念着念着，心里开始盼，怎么还没一点感觉，这一念起来就是贪求，赶紧觉知，回到经文上。古人对于这种用功的心态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，叫如猫捕鼠。猫守在老鼠洞口，全神贯注，但又极其放松，身体里充满了警觉和弹性。它不紧张，但也不放逸，随时准备应对。我们念经时的心就应该是这样，对每一个字清清楚楚，对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也清清楚楚，但又毫不费力。道德经里也有一句话，可以给我们启发，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。婴儿的心态是全然当下的，没有过去未来的牵挂，没有得失成败的计较，只是纯然的活着。我们修行也要渐渐修出这份婴儿行，越来越单纯，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活在当下。如果心态不对，带着强烈的执着去念经，哪怕知见上知道要无我，可实际上还是在强化一个精进的我，修行的我。这个我越修越大，最后就成了一堵墙，把自己和别人隔开，也把自己和真相隔开。这正是入魔的根源。魔不在外面，就在我们这颗执着的心上。心一直，平坦大道也能走出荆棘丛生。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不是增加了什么，而是减少了什么。减少贪嗔痴，减少执着，减少那个我。当你越来越少，最后连少这个概念都没有时，那本自具足的智慧光明自然就现前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。有人念经开悟，有人念经入魔，区别究竟在哪？区别不在经文，不在方法，甚至不在我们念了多少，区别就在我们这颗心。发心是否纯正，知见是否圆融，心态是否放松，这些微细的念头最终汇聚成我们修行的方向。正如古人所说，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心若被物转，即是众生。修行就是练习不被外境和内在的念头所转，练习做自己心的主人。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自己走在开悟的路上，
而不是不知不觉滑向入魔的歧途。或许可以记住3个简单的原则，时时用来反省自己。第一，修行的结果应该是让心量越来越宽广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念经之后越来越能理解别人，越来越能包容不同的意见，对世间的苦难越来越有慈悲心，那这条路就对。反之，如果越念经看别人越不顺眼，越觉得自己高明，别人都是业障鬼，那就要警惕了，可能已经偏了。第二，修行的结果应该是让烦恼越来越淡。不是没有烦恼，而是烦恼起来时你有办法觉知它，转化它，不让它控制你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念经之后内心的纠结、焦虑、愤怒并没有减少，反而因为追求修行上的成就而增添了新的焦虑，那也要停下来检查检查。第三，修行的结果应该是让人越来越平常。真正的大修行人都是极其平常的，他吃饭睡觉待人接物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他内心没有挂碍，活得自在。那些整天神神叨叨动不动就说自己看到什么证到什么的人，多半是出了问题。禅宗讲平常心是道，能把修行融化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才是真功夫。宋代有一位茶灵玉禅师开悟时写了一首偈子，说得极好：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颗明珠，念经拜佛修行都是为了拂去上面的灰尘。灰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执着、分别、妄想。方法是什么？就是用正知见和放松的心去一遍遍地擦拭。所以不必把念经看得太神奇，也不必把入魔想得太可怕。只要时时看好自己的心，发心对了，知见正了，心态平了，这条路就不会偏。即使偶尔走差了，只要及时发现，回到正念上，就还是在进步。最后，我想用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尾。修行这条路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难的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太强，一不留神就被带走。易的是回头就在当下这一念。不管你是刚开始念经，还是已经念了很多年，都请记得，经文是指向月亮的手指，你要看的是月亮，不是执着于手指。借由念经，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念自己这部无字真经，是活出那份本自具足的清净与慈悲。如果你在修行的路上有过类似的困惑、体会或者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你的分享也许就是那个能点亮他人的瞬间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